乔乔姐，你已经结婚了，咋还和我们的一样呢？死丫头，你懂啥？结了婚只要不生孩子，穷苦还是鸳鸯。这个女人是个哑巴，虽然长得很美艳，但丈夫就是不来电，反而背着她跟旧情人密会，独留哑巴独守空房。结婚多年，夫妻俩还没有行过房事，为此哑巴经常遭到同村姑娘的嘲笑。故事就发生在80年代伏牛山下的伏牛湾小山村，男主赵静和西兰是一对青梅竹马，两人互相爱慕，整天腻在一起。村长的女儿乔乔也喜欢赵静，只可惜她是个哑巴，没有办法表达感情。对于赵静和西兰的你侬我侬，乔乔只能默默地看着。村长不忍心让女儿受这种相思之苦，苦口婆心地劝乔乔多看开点，天涯何处无芳草啊！可乔乔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心里装的全是赵静。对于父亲的说亲，乔乔统统拒绝。这天，赵静来到山坡上放牛，西兰前来给他送饭。趁着放牛的功夫，两人躲在树下谈情说爱。在西兰的要求下，赵静唱起一首嘹亮的山歌。情到深处，两个人在草地上打起了滚。歌声吸引来了不远处的乔乔，乔乔望着二人，醋意大发，眼里满是羡慕。同样看到这一幕的还有同村的二行。二行爱慕的是西兰，他曾带着媒婆去西兰家说媒，但是被倔气的西兰给怼了回去。西兰表示自己心里只有赵静，让二行趁早打消这个念头。但是二行不愿意放弃，只要两人没有结婚，他就会一直纠缠。两人的浓情甜蜜终于点燃了二行的怒火。支开乔乔后，二人偷偷牵走了赵静的牛。翻云覆雨后，赵静抬头一看，发现牛没了。在那个年代，一头牛就是全家的支柱，没了牛，家人们就吃不上饭。两人四处寻找，转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半点牛影。赵静急了，连忙让西兰回去多找些帮手过来。一群人拿着火把，从天亮找到天黑，到处找遍了，也没有找到牛。赵静爸气上心头，一个大嘴巴子就将儿子打出了血。好在西兰拦在了身前，再加上旁人的拉架，赵静这才逃过了一劫。这时，村中的一个老人叹气地说道：“这是牛神爷降下的灾啊，你就认了吧。”对于牛的失踪，赵静也有些无奈，直言这都是牛神的意思。一群人围绕着牛头树跪下，磕头祈祷，这事儿就算是过去了。没了牛的赵静家只能使用人力拉犁。这大热天的，赵静干了一轮下来，累得够呛。本来西兰家和赵静家是共用一头牛，现在西兰家也必须使用人力耕地。二行看中了机会，主动贡献出自家的牛给西兰家用。得了空闲的西兰看到赵静肩上被勒出的淤青，心疼不已。西兰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倒不如再去买一头牛，正好国家有扶持政策，可以去低价贷款。西兰劝赵静去见村长，说说这件事情，毕竟贷款这件事都掌握在村长的手里。赵静不情不愿地提着2瓶好酒和一块肉去找村长，可到了村长家，村长当面拒绝。一旁的西兰不停地吹起彩虹屁，但村长不吃这一套。之前自己的女儿就是因为这2个人胡思乱想，正好借此机会报仇。乔乔见心上人有求于父亲，也打着手势让父亲帮帮他们，可村长就是不乐意。赵静气不过，直接拿起猪肉和白酒离开了村长家。西兰只好追出门去。没走多远，赵静就将白酒和猪肉随意地扔在路边，坐在地上苦思着出路。西兰安慰着赵静，来日方长。这时村里的二行路过，出起了主意，只要赵静娶了乔乔，牛的问题自然解决了，岂不是一箭双雕？西兰怒斥对方放屁说这种话，不过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赵静记在了心里。晚上，赵静来到了村长家，扒着墙头望着里面的黄牛和乔乔，不由得泪流满面。为了一头牛，他不得不向现实低头。此后的赵静开始频繁地和乔乔接近。西兰看到后拉走了赵静，他不相信自己的情郎会为了一头牛抛弃自己，娶别人为妻。这一切乔乔都看在眼里，他在纸上写下强扭的瓜不甜，交给父亲看。父亲笑着告诉他，这瓜不是强扭的，是赵静他自己种的，如果不放心就找他来当面确认一下。乔乔一听乐开了花，终于要脱单了。不久双方约定了婚期，但赵静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西兰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揪着赵静痛骂道：“你个吃不饱的白眼狼，说这是不是真的？”赵静支支吾吾不敢回答。在西兰的一再追问下，他承认了这件事，因为牛他愿意娶乔乔为妻，娶一个哑巴为妻。西兰怒了，自己居然还不如一头牛，你除了长得像个男人，还有哪里像男人的？一副禽兽样，还想装成道貌岸然的君子，真是不要脸。伤心不已的他扇了赵静一个耳光后，哭着跑了。这天，赵静和乔乔的婚礼如期举行，家门口敲锣打鼓，张灯结彩，热闹非凡。赵静背着乔乔过了家门，看到这一幕的西兰割破手指，将鲜血滴在剪刀上，深深插入土墙里，诅咒赵静：“你个臭赵静，以后死就死在牛蹄底下，就让牛把你踢死踩死。”晚上，赵静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乔乔家的黄牛。愤愤不平的西兰溜进了赵静家里，
透过窗户，他看到赵静正在脱衣服，乔乔则羞涩地坐在床边。赵静只是一言不发地抽着烟，没有下一步动作。很快，乔乔主动脱去身上的衣服，钻进了被窝。赵静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也脱掉了衣服，眼看就要扑上去了。西兰一看这还了得，连忙跑到牛棚，拿起镰刀猛抽黄牛的屁股。黄牛痛苦的哀嚎，听到响动，赵静赶忙出门查看，来到牛棚，竟看到了西兰，两个人四目相对，旧情复发。西兰一把将他推倒，扑上去就是一顿乱啃。激情过后，赵静的嘴巴被啃出了鲜血，可见爱之深，恨之切啊！西兰怒斥道：“滚吧，去找你的哑巴媳妇去吧，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我怕得红眼病。”乔乔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可他却假装不知道，继续和赵静过着小日子。对于旁人的询问昨晚发生了什么，乔乔也只是摇了摇头。3天后是回门的日子，按照规矩，赵静得带着乔乔回娘家去吃饭。可是村长左等右等，却等不来2个人。去亲家一问才知道，赵静一大早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就出了园门。村长怒不可遏，他最看不惯乔乔受到委屈，老伴死得早，自己又当爹又当妈，一把屎一把尿的把女儿养大，回来定要找他算账。原来赵静是去了西兰家，西兰却给了他一个闭门羹。赵静极力解释，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都是那头牛惹的祸，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自己这个蠢货。对于如此苍白无力的辩解，西兰感到失望透顶，你还是滚吧，滚得越远越好。赵静只能失望而归。几天后，赵静利用老丈人的职位便利，买回了2头奶牛，从此走上了一条发家致富的道路。乔乔负责挤奶，赵静负责销售。没过多久，家庭收入直线上升，可乔乔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新婚1个多月，赵静一次也没有碰过他，虽有夫妻之名，却没有夫妻之实，害得乔乔守着活寡，苦不堪言，晚上只能默默地流泪。此后的2人一直过着毫无交流的生活。这日子久了，尝到甜头的赵静也有了野心，他想盖个养牛场，将事业做大做强。可这事儿还是要自己的村长岳父点头才行。但赵静又拉不下这个脸，她只是和村长谈起这件事情，却不做任何的行动。乔乔心疼丈夫，在她的劝导下，村长才勉强答应。赵静要办养牛场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村子，因为场子大了，赵静一个人打理不过来，就开始在村里招工。由于每个月60块钱的工资，还管每天3顿饭，村里的年轻人都争先恐后的报名。西兰也听说了这件事情，只是他现在还在赌赵静的气，不愿去他的厂子里工作。但家里的老母亲一直受疾病的困扰，必须定期服药，父亲东奔西走的，也没有借到1分钱。无奈之下，西兰只能硬着头皮去养牛场工作。这天，厂子里的女工们在河里嬉戏，同伴邀请乔乔一起下河洗澡。等到乔乔脱了衣服下了水，一个女工突然狐疑地问，为什么结婚这么久，胸脯却还是个飞机场呢？这敏感的问题戳中了乔乔的痛处。另一边，西兰一直和厂里的男工走得很近，两人嬉笑打闹，男工甚至还要抱起西兰。赵静看到后醋意大发，警告男工不准动手动脚，再有下次立刻开除。西兰看在了眼里，他知道赵静的心里还有自己，于是故意刺激赵静，将男工骗到牛棚里，假装和他卿卿我我。赵静愤怒的一把推开，因为此事两人大吵了一架。可以看出，双方心里其实都还有对方，只是碍于面子不愿意捅破。直到有一天，二行突然从城里回来了。这几年他发了些小财，打算在村里开一间皮革厂，同时他也没有对西兰死心。如今赵静已经结婚，他的机会也就来了，他要娶西兰过门。对于二行的表白，西兰还是没有办法接受，只是夸他有志气。没过多久，就到了选举村长的日子。赵静的老丈人本以为自己会连任，没想到村民们没有一个人选他，只因为他之前以权谋私，早就惹得村民们不满。倒是西兰被推选了出来，西兰有文化功底，不谋私，获得村民们一致的认可。西兰刚一当选村长，就通过了二行提出的皮革厂项目，同时当着赵静的面就宣布了他和二行的婚事就定在皮革厂奠基的那天。赵静失落的离开了，二行却喜极而泣，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西兰大喜的那天可谓是双喜临门，比赵静结婚那时不知道热闹多少倍。赵静气不过，一把火烧掉了牛神的头雕，他心里始终爱着西兰，认为牛才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如今爱人嫁人，赵静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发泄内心的痛苦。晚上，洞房之夜，烛光摇曳。如今生米煮成熟饭，面对到手的西兰，二行也不装了，摊牌了。他说出一个深藏多年的秘密：当初赵静丢的那头牛，就是他偷偷牵走的。西兰大吃一惊，酒杯掉在地上，摔个稀碎。西兰的心也碎了，他痛哭流涕，指责二行为什么要在今晚才告诉他。可如今说什么都已经晚了，一切已成定局。窗外，赵静一直盯着二行的家，直到灯光熄灭后，赵静才气愤地跑回家去。他拿起棍子，一遍遍地抽打着黄牛，来发泄自己的不满。乔乔怎么拦也拦不住，终于牛被打急了，挣脱绳索，
向赵静冲去，赵静慌忙逃窜，危急关头，乔乔一把推开赵静，死在了牛蹄之下，身后的那块土墙也被撞倒，这正是西兰当年诅咒过的那块土墙。家人在整理乔乔生前的遗物时，发现了一封信，大家这才知道，乔乔到死之前都还是个黄花大闺女。乔乔的死亡让赵静幡然悔悟，此刻的她终于明白乔乔对她的心意。在群牛的围绕中，赵静对着坟堆磕了一个头，面前的两座坟，一座是乔乔，一座是黄牛。这时群牛发出悲鸣的哀叫声，似乎在为无辜的生命感到悲痛。赵静跪在乔乔墓前，痛不欲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痴男怨女和牛上映于1994年，讲述了几个农村青年的爱情纠葛和命运，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原大地农村的变化。不得不说，男主就是个现代的渣男，几万人都想打死的那种。牛是无辜的，有什么气都可以往牛这样的畜生身上出，人却往往做得跟牛一样，既逆来顺受，也充满野性。一旦突破人性，便只有兽性的决斗，最终酿成悲剧。本期的故事到这啦，咱们下期再见，拜拜。